大家好，长空马上就要升空了，批评跟着就要袭来了。那么您说海量的批评该如何应对呢？申万我说过，人为的票房数字可以好看，硬刚的军民影评实在很难。王一博的影圈挑战如何既来之则安之呢？长空之后的涟漪效应又会如何延伸呢？接下来的王一博几部排队当中的大片，迎来的是金玉还是刺激呢？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赵丽颖，很明显心得是有的，即便电影圈之路依旧需要资源置换和整合，然而赵丽颖的淡定已经让她能够 handle 更多的压力了。因为有时候你避嫌不行，不避嫌也不行，那么赵丽颖该怎么做呢？首先，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还是要恭喜王一博领衔的《长空之王》，因为预售当日不到5小时就突破1000万大关，保守估计这部作品首映当日票房轻松破亿。没想到这么快的速度，在《长空之王》定档9月30日上映后，预售当日用了不到5个小时，票房就突破了1000万。同时打破了我们影史历年来国庆档影片最快的预售速度。不得不说，这部电影的发展势头有点猛，让人惊叹顶流 Unique 王一博的首部男主作品果然出手就是王炸。这部作品果然应景，一飞冲天的不单纯是战机，还有这妥妥的票房。相比在真正公映的时候，这部电影应该轻松破亿了。首先呢，这部作品聚焦的是我们最先进战斗机的诞生历程，讲述了试飞员这个特殊职业的无畏精神，同时呢，传递了我国的航空领域的军事实力。这部剧的意义是特殊的，更具有社会核心价值观，定档在国庆档，必然是又红又专的作品。大家都知道，这部电影从在年初开拍，历时了长达4个多月的秘密拍摄，主创人员都进入了封闭式集训中。开拍过程中，参与人员都进行了专业培训，更是亲身体验了试飞员的训练任务，也见到了真实的战机。在这里，还是需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作品的看点，让大家了解一下这部作品必须要看的几个点。1、题材新颖，这是一部聚焦空军题材的作品，鲜少有的类型，聚焦空军飞行员的更是少之又少。2、长空之王的名字是我们国之重器歼20的代名词，震撼人心不说，还体现了我国航空领域的重大成就。3、大饱眼福，通过大银幕让我们一睹战斗机的风采，从歼16到歼20都是真机出镜，一切都将以真实面貌呈现。4、阵容强大，从顶流王一博到周冬雨，加上国民度高的演员胡军，这个主创阵容值得期待。这4点呢，足够吸引大众前往电影院观看。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了这部作品备受主流媒体的关注。从定档开始，各大官媒都开启转发模式，宣传的力度从主流媒体开始，甚至延伸到了海外，可见这部作品的意义所在。这是代表我国的航空实力的一部作品，不单纯是让我们自己人看到我们空军的实力，还要向国外展示一下我国航空领域的实力。特别是歼20的出境，相当振奋人心。这才是真正的长空之王。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点，影片的主演王一博大改以往的形象，这次短发造型，干练正气凛然。不少的镜头中，我们看到了他没有了曾经稚嫩，反而坚定充满信念的眼神，都把试飞员的那股劲给拿捏住了。预售能够迅速冲破1000万大关，这足够见证了王一博的票房号召力。同时在海外同步宣传，我们日报和环球时报的海外推特都在宣发，可见王一博的影响力不容小觑。特别是推特上，好多海外的朋友都在关注着，期待这部电影能够在海外同步上映。您觉得《长空之王》票房一飞冲天，难度大吗？9月30日，王一博的票房号召力如何？或许都无需拭目以待了。申万已经聊过 N 次了，大半年的电影市场都是寒风阵阵，近期国内的电影市场比较冷清，本周都没有一部新片上映。之所以没有新片，那肯定都瞄准着国庆档上映呢。毕竟国庆7天长假可以说是国内电影市场的黄金档了。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准备在国庆档上映的电影有哪些吧。
目前从已经定档的影片来看，一共有8部电影选择在国庆档期上映，其中有4部是动画片，分别是《我是霸王龙》、《小美人鱼之大海怪传说》、《新灰姑娘2》、《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5》。想带小宝宝看动画片的家长们可以关注一下这4部动画片。除了4部动画片之外，另外4部电影分别是《长空之王》、《万里归途》、《钢铁意志》、《平凡英雄》。下面不妨来一一看一下这4部新片。首先，第一部《长空之王》距离上映还有1周时间，目前预售票房已破1000万，达到了1800万，目前遥遥领先其他几部新片。该片由王一博、胡军、周冬雨等人主演，演员阵容豪华，都是兼具实力和流量的影星。目前从统计出来的数据来看，目前《长空之王》的想看人数已经达到24.3万人，其中想看的女生人数居然占到80%。重要的事情要3遍。这样的一部剧情片能够吸引如此多的女影迷观看，可见王一博票房号召力果然强，这确实是顶级明星该有的样子。第二部《万里归途》的演员阵容同样豪华，张译、王俊凯、樱桃等人主演，同样不缺乏实力和人气。目前预售票房400万，名列预售票房排行榜的第2位，不过距离第1的1800万还是有点差距的。该片是剧情战争题材的影片，喜欢战争题材影片的观众们不容错过。第3部《钢铁意志》目前预售票房60万，排在第3位。这个预售票房和前2位比较起来还是有点差距的。该片由刘烨、韩雪、林永健等人主演，同样都是实力派的影星主演。《钢铁意志》一部剧情历史题材的影片，喜欢这个类型影片的可以国庆节去电影院看一看。最后一部《平凡英雄》目前预售票房50万，和《钢铁意志》差不多。该片由李冰冰、冯绍峰、黄晓明、张一山等人主演，这个演员阵容在明星的数量上还是比前面几部多的，不知道为何预售票房成绩一般。当然了，预售票房并不一定能够代表最后的票房成绩。如果电影上映之后的口碑出现滑坡，自然也会影响到票房成绩。如果口碑很好的话，票房成绩也能够出现逆袭上升的情况。1年1度的国家庆典，再配上红旗飞舞的政治盛事，今年的国庆档的电影市场一定是会非常热闹的，多达8部新片上映，并且每部新片的演员阵容都相当不错。估计今年的国庆档又会是一个票房竞争惨烈的国庆档了。至于哪部电影最后能够拿下票房冠军，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王一博首部领衔主演电影《长空之王》官宣定档后，聚焦新时代空军试飞员，率先领跑国庆档。申万，我很想问，这头啖汤您觉得好喝吗？先机重要吗？影片《长空之王》由导演刘晓世执导，韩寒监制的作品，这2位的实力都非常强。刘晓世曾拍摄过中国首艘航母的纪录片，韩寒除了是一位赛车手和作家之外，他也曾拍摄过多部高分影视剧。之前由他所拍摄的《后会无期》就获得了很好的评价。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这一次刘晓世和韩寒2位能够合作拍摄《长空之王》这部影视剧，不少人都信心满满，觉得应该也是会非常的成功，让我们一起期待该剧能够早一点跟大家见面。这部影片主要讲述了新时期航空兵的故事，他们在经过一次又一次苛刻的选拔之后，终于成为新一代的试飞员，在大队长的带领之下，参与到了首飞工作当中，去挑战自我，实现价值，迎接困境，冲破束缚的故事。长空之王由王一博、胡军、周冬雨等人领衔主演，他们在娱乐圈中的人气都是非常的高，而且演技也是相当的厉害。相信在这部影片中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很多精彩的画面。另外，这部电影自从在网上发布预告片之后，就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可以说是未播先火。该剧能够邀请到这么多位优秀的演员加入，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难得。而且这几位演员他们在娱乐圈中都是拥有着很高的人气，特别是王一博，他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男明星。只要是他所拍摄的一些影视剧，评价还有口碑都是非常的不错。相信这一次他所拍摄的《长空之王》这部电影也会获得很高的票房。
除了影片当中的明星阵容备受瞩目，同时预告片中亮相的顶尖战斗机歼20也更加让人期待。此外，我国的几款顶尖型号也将一一亮相，让大家一睹国内顶尖战斗机的风采。长空之王在拍摄过程中请来的都是专业的试飞员，他们在现场对演员们进行一一指导，去帮助每一个演员都能够规范操作流程，争取每一个细节都把握到最好。一部好的电影，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情节，甚至是每一个背景都是至关重要的，缺一不可。影片当中的所有优秀飞行员，他们都是经过非常严厉的选拔之后才成为了试飞员，他们背后还有很多默默付出努力的科研人员，同时对于飞机的安全以及状态，他们都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进行测试。胡军饰演的是他们的队长，在他的带领之下，大家进入了最新式的试飞工作当中，同时也将会面临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和考验。其实，影片把试飞员这个人群聚焦在剧中后，更能够让观众们切身体会到所有人背后的努力。电影将镜头对准空军试飞员这一群体，单单这点而言，还是非常的具有看点。相信这部电影播出之后，也能够让我们大家了解到战机诞生背后的故事。一款战斗机的正式列装背后，不仅有无数科研人员的努力，也需要试飞员们一次次对飞机的安全边界和极限状态进行测试。胡军和王一博的合作或许是另外的一大看点。9月23日，胡军和王一博突然被热议，原来是两人在电影《长空之王》中合作了。这次胡军扮演了一名空军试飞员，将传授王一博飞行技术。而胡军已经54岁，出演这个角色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比如恐高、晕机，真的是挑战自己。不少网友看后纷纷表示，胡军真棒。剧中，胡军为了培养新一代试飞员，每天和年轻人吃住在一起，帮助王一博等人克服生理反应和心理恐惧，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试飞员。这个人物属于平凡的岗位上的佼佼者，胡军认真研读剧本，提前进剧组体验生活。本来他的外形就像军人，也算是本色出演吧。不少网友看到官宣后纷纷表示，期待电影上映，期待最喜爱的演员阵容。有胡军和王一博的电影肯定精彩，我们相信实力演员，相信这部电影会让你对航天事业有所了解，相信胡军和王一博等人的演技会让摩托姐姐们看到不少的热闹。那么10月1日影院出来后，大家能写下什么心得体会呢？这让新万我特别的好奇。此外，这部影片的3位重磅级人物，除了王一博和胡军之外，还有一位信心、傲娇和绯闻总能让摩托姐姐们揣摩不已的3金人物，突然之间也甩出了更炸的亮点出来。近日的娱乐圈可谓是热闹非凡，不少瓜料竞相并出，让广大网友是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有瓜主提前预告的顶流恋情瓜。据悉，爆料中的2位正主粉丝总数有6000多万，可见在圈内享有一定的知名度。而爆料瓜主给出的身份线索也是2人皆为一线影视咖。很快有网友从瓜主晒出的相关剪影照入手，再通过粉丝总数来筛选对象，很快将目标锁定在2位艺人身上，即刘昊然与周冬雨。9月25日晚8点，爆料的狗仔终于给出答案，爆料的恋情瓜确实是周冬雨和刘昊然。在视频中，狗仔说自己蹲刘昊然与周冬雨的恋情有2年多时间了。而这一次，狗仔将多次拍到2人频繁出入彼此家的画面给公开。狗仔称刘昊然有周冬雨家中的门禁卡，驾车来到周冬雨的小区后，自己用门禁卡打开周冬雨的家门，到了晚上12点多才从周冬雨的家中驾车回自己的家。还说周冬雨与刘昊然2家路程开车大概20多分钟，其实并不算远。另一天，狗仔又拍摄到周冬雨前往刘昊然的家，同样周冬雨也有刘昊然家中的门禁卡。司机带着周冬雨来到刘昊然小区后，自己为了躲避狗仔没有立即下车，等到觉得安全后才前往刘昊然家。而刘昊然吃了20分钟饭，接到电话直接回家了，直到第2天早上10点也没见2人出来。
狗仔还拍摄到两人约着一起打网球，在周冬雨上场打球时，刘昊然还在一旁给周冬雨竖起大拇指，并在一旁捡球。两人在打球时的互动非常甜蜜。打完球后，刘昊然独自骑摩托车回家，而周冬雨为了躲避狗仔，没有和刘昊然一起回家，而是驾车离去。但最终的目的地依旧是刘昊然的家。看来两人为了不被拍到，也是下了不少功夫。狗仔称两人疑似已经同居，而且隔三差五就会去彼此的家约会。另外，周冬雨的车来到刘昊然的小区大门口直接通行，已经将车牌号都输入进了系统中。其实，周冬雨与刘昊然的绯闻早在8月就传得沸沸扬扬，当时就有网友爆料说刘昊然疑似与周冬雨在一起了，扒出两人都曾晒过相同的风景照。不过，也有网友解释到，当初两人都在长白山附近拍戏，所以到同一景区拍照打卡也在情理之中。然而，有网友发现更多可疑细节，比如刘昊然曾晒出一张照片，镜头中的景色平平无奇，唯独一个小黄鸭造型的气球十足抢镜。众所周知，周冬雨的绰号就是小黄鸭。另外，刘昊然更是曾以周冬雨为拍摄对象的写真大片为背景与他人合照，这一点显然难以用巧合来解释。今年7月份，周冬雨与刘昊然还曾一同现身北京保利剧院观看话剧，狗仔还拍到两人一起去酒吧聚会，甚至爆料说两人曾去彼此家中，不过当时没有公开视频画面。可以看出，两人虽然存在5岁的年龄差，但归根结底也是同龄人。周冬雨与刘昊然也算90后小生与小花中的扛把子代表，论及的位与履历，两人的确十足相称。申万只想说，两人若真的钟情彼此，谈恋爱也再正常不过。作为吃瓜群众的我们，不妨多些支持就对了。而且，申万我还是觉得这两个人的形象和气质虽然有相当程度的出入，然而单眼皮和小脸型居然如此的匹配，也是让不少人看不出的。那么，申万我这番提醒后，您看出了吗？刚才申万我提到了长空的出街和批评的出台，注定是前后脚的。那么，您又觉得这种军事题材的挑刺会让您听起来不熟也不舒服吗？王一博的另外一个合作小伙伴算是率先给出了好玩的答案。前些日子，郭晓婷接受杂志的采访流出，整段视频只有12分钟，透露出她的性格直率。好感说，虽然郭晓婷的年龄不大，但是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拍戏了，到现在已经进入演艺圈23年了，依然坚持自己。在采访中有一些话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兴趣，比如说她曾经参加综艺《演员请就位》，目的是抱着学习的心态，结果第1期就被淘汰了。不仅如此，他还透露不少参加该综艺的明星都是在搞人际关系，并没有多少人是来磨练演技的。出演《与君初相识》时，角色他很喜欢，但有人告诉他，凭借这样的角色可以上热搜，让他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只想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对于出演那些狗血言情剧，希望他们永远不要播出。对于这样性格的明星，着实让人感到好奇。而且这段采访也很真实，如实地描述了娱乐圈的一些现象。比如说，他透露现在的演员很卷，但是没有卷在演技上，而是在卷谁的物料更精美。同时，他还透露仙侠剧崛起之后，整个圈子大家拍戏都不认真了，有些对手戏演员连台词都不背。其中也是因为这样的一段话，让他整个采访备受争议。就是他透露《冰与火》和《苍兰诀》对比，并没有那么多人看。这部剧也是郭晓婷近几年演过最累的角色，但是热度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其中，《冰与火》这部电视剧是由陈晓和王一博饰演的，题材比较新颖，主要讲述了孤胆英雄吴振峰和禁毒警察陈宇兄弟两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携手打入贩毒集团内部，最终将毒贩一网打尽的故事。其中，王一博作为男1号，他的表现对这部剧的口碑影响不小。作为流量型的明星，王一博有着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最开始，王一博饰演的陈宇，他的脸很干净，并不像警察那样经常出警该有的状态。
大概是因为这部剧拍摄有2年了，所以演技方面王一博还是略显稚嫩。在剧中，他与郭晓婷扮演的杨玲是情侣，2个人在剧中分手了。最后关头，他抱着赴死的决心与杨玲告别，那场戏还是很感人的。所以就在郭晓婷这样评价《冰与火》播出成果不如预期，王一博的粉丝就不太满意了。即使《冰与火》没有达到播放预期，王一博依然有很多待映作品上映，比如说国庆大热的《长空之王》。可能郭晓婷也明白，流量小生总是比一些不怎么出名但演技好的演员要优待很多。申万，我还是好奇这番当事人的心里话，您又怎么看呢？这年头，当事人的想法，其实不少吃瓜人是不会在意的，他们只在意自己的瓜皮甜不甜。最近有狗仔拍到赵丽颖和林更新深夜聚餐，随后2人一前一后分别和朋友离开，疑似在避嫌。XM 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为什么要避嫌？赵丽颖和林更新二搭的《与凤行》正在拍摄中，这也不是赵丽颖和林更新第一次被拍到聚餐了，光这个月就好几回了，没啥可避嫌的。赵丽颖跟林更新私下关系不错，当年筹备《楚乔传》的时候，导演邀请林更新出演，却被他一口回绝，理由竟然是不想减肥。当时想赶快开拍的赵丽颖看导演急得发愁，于是亲自打电话给林更新，没想到林更新接起电话，听说女主是赵丽颖，立马一口答应了下来。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申万我也是苦口婆心 M+N 次之多了。林更新为了贴近与凤行的人设，也是专门去减肥健身，成功瘦回当年演《楚乔传》时的状态。而最近2人流出的穿白衣吊威亚的路透，也让粉丝大呼梦回《楚乔传》。赵丽颖自从离婚后，就3天2头被前夫冯绍峰 Q， 冯绍峰还经常内涵赵丽颖薄情寡义，打造自己的痴情人设。实际上冯绍峰本人也玩得花着呢。当时2人原本就没有结婚的打算，只是因为怀孕迫不得已。既然已经分开，各自美丽就好，不要揪着过去的事不放。说到这，申万必须要废话一句，继续赞一赞这个林更新的不错的状态，因为之前申万真的看不出一丝半点林更新身材管理的迹象。然而呢，有志者事竟成，放在林更新的身上还真不错。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有理由相信赵丽颖的眼光还是杠杠的，她的正能量影响最终起到了近朱者赤的夸张功效。申万我的这个结论，您认同吗？所谓同人不同命，对比林更新同样搭戏过赵丽颖的那个款爷张翰，真的悲催到不行，不能说咎由自取吧，他的悲催还是时间点的错。至于为什么申万我会这么说，有兴趣的您还是自注一下，回顾一下吧。到目前为止，张翰因为一部烂剧已经在热搜上常驻快1个月了，估计是他近几年最火的一段时间了。可能在有些人看来这不亏呀，黑红也是红，被骂也有热度和流量，只要没有被大规模黑到逼他退卷，那就都是送上门的话题，比起他以前拍戏默默播出默默扑街可好太多了。但其实他这么搞是真有可能把自己的戏路做毁的，现在就算他想压热度也压不下去，就和当初全民玩梗黄晓明油腻是一样的，都是自来水热度，可惜他没有黄晓明的背景，而且黄晓明被吐槽油腻和演技差，那也仅限于霸总剧，他还是有很多其他作品被夸的。可张翰就不一样了。不过说他是故意把剧拍成这种大雷剧的也不太对，他写剧本拍戏期间是真的自信满满，觉得自己拍的都是好东西，播出后能震惊内娱的那种，都准备好接受旁人的夸奖和恭维了。他也没想到自己会拍出一个豆瓣影评最低分，申万我只能帮他哀叹一句：9月是属于惹枪的李易峰的，更是属于躺枪的张翰的。出道14年，张翰终于又有了自己的代表作《东八区的先生们》。虽然这部剧被从头骂到尾，但成绩却相当亮眼。播出这1个月里，东八区热度扶摇直上，持续登顶腾讯视频热播榜，在各大数据榜单中的排名也居高不下。谁也没想到，《苍兰诀》之后撬动剧集市场热度的，
居然是一部跌破豆瓣评分的剧。现在的观众已经明晃晃不太会抱着我要看看这部剧到底有多烂的猎奇心理为烂剧买单了。但东八区打破了这个规则，截至新万我口水干涸之前，已经有17万观众为他打出了2.1分的评分，荣登头号烂剧宝座。随着剧集完结，观众对剧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张翰个人身上。网友们像88月男友王鹤棣那样，将9月游王张翰的过去一一翻出。这是在和前女友分手后，张翰最红的一段时间。但这种红大概不会是张翰期望的。从过往多个采访中能看出，张翰做东八区的初衷绝非想剑走偏锋，靠黑红出圈，反而是真的期望能做出一部能受当下观众喜爱的精品。张翰曾将这部10年磨一剑的东八区形容为80后、90后以及00后都能找到共鸣的作品，给大家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正确的价值观是这些年频繁出现在张翰采访里的字眼，他似乎迫切想要通过作品来输出价值观，但从结果上看，这部承载了他全部价值观的东八区，显然和大众心中认可的价值观是相悖的。张翰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那套霸总式价值观已经和外部世界形成了极大的错位。或许张翰才是那个受霸总文学荼毒最深的人。入行14年，张翰做了2件事：演霸总和当霸总。2009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张翰出演了人生中第一部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在里面扮演纨绔富二代慕容云海，因该角色一炮而红。之后几年里，张翰多次尝试霸总角色，在《剩女的代价》饰演集团继承人汤俊，在《杉杉来了》是为赵丽颖承包鱼塘的大 boss 封腾，申万为此开篇的视频深扒，欢迎您自助一把。2014年之前，张翰凭借这些大热剧霸占着各大卫视黄金档，稳坐流量小生宝座，这也是张翰事业最辉煌的时间段。但张翰似乎很痛苦，尤其在《杉杉来了》热播，鱼塘文学走红后，张翰认为很多观众喜欢封腾这个角色，但在我看来完成的并不好，这应该是我再过5年35岁才能驾驭的角色。霸总演多了，张翰开始寻求转型。与此同时，恰逢与天娱传媒合约到期，张翰选择开设个人工作室，并尝试参与影视幕后，从演霸道总裁变成了真霸道总裁。在采访中，张翰表示，当制作人的初衷是不想再被动演霸总，即使不能左右剧本的品质，至少可以通过对细节和场景的把控，让观众别出戏。之后几年，张翰连续主演及参与制作了《锦衣夜行》《华丽上班族》《传奇大亨》《夏梦狂诗曲》4部剧，由于都有韩国女演员参演，因此迟迟未能播出。此外，张翰出演的少年4大名捕《山海经之赤影传说》等几部古装剧，播出后也反响平平。自己做的剧不能播，播出的剧成绩又不理想，张翰的霸总路走得并不顺畅。回忆起那段时间，张翰坦言，在热度最高的时候，连续4年没有在黄金档播出作品，这对男演员是很大的打击。直到2017年，张翰终于又凭借一个霸总角色东山再起。在《战狼2》里，张翰扮演一个在战区开工厂的富二代卓一凡，这个角色表面上看是霸总，但本质却是一个熊孩子。且故事背景放在了战场上，这种设置削弱了角色的霸总属性，角色的反差感创造了新的化学反应，张翰也因此受到了观众的认可。很多人都将《战狼2》视作张翰演艺事业的分水岭，认为从此之后张翰可以彻底实现转型。但事实是，在一个霸总角色得到认可后，张翰又奖励自己演了很多个霸总。温暖的弦里的上市公司总裁詹南贤，如若巴黎不快乐里首屈一指的商业精英童卓瑶，以及张翰首度担任制片人的《夏梦狂诗曲》、魏波里的集团继承者夏承思等等。这些影视作品的故事背景、角色设置以及人物形象和表演方式高度相同，尽管每部剧可能存在微小的差别，但在张翰成熟的霸总式演绎下，这种差别可以忽略不计。
今年的东八区更是张翰霸总体系的集中体现，手握主演、编剧、制片人等多个头衔的张翰，可以说将自己10几年来演霸总和当霸总的经验全部用在了这部剧里。但他不懂，这类霸总设定早已脱离了现实。网文作家张小树认为，在文娱活动匮乏的年代里，霸总人设容易受到大众追捧，但这类设定一定会随着时间而被抛弃。一方面源自人们并不追捧奢华的生活，一方面则源自真正的霸道总裁绝不是曾经网文和影视剧中这样的设定。另外，我只能说，张翰还活在他的2009，这个心态其实很正常，这个警示其实很普遍。为什么另外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转型不易，所以定型巴士。网络文学作家张小树曾对媒体表示，为了让作品的人设变得更突出，矛盾感更强，大约20年前的网文作者们很喜欢设定一个霸道总裁的人物，其多为男性，多金、貌美、事业有成、生活条件优越，永远不乏追求者。但早年的霸总只适用于那个特定的年代，彼时由于信息交换的闭塞，人们身边很少能真正碰到富人家的公子哥，大家对于富人家的生活基本处于脑补和幻想的状态，大量的人设产生也是源自于创作者自己的脑补，所以这类角色的设置本身就是悬浮和错误，早已不适用于当下这个时代。但从出道起就深耕这个赛道的张翰，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多年来还活在那种脱离现实的霸总美梦里。2018年接受人物采访时，张翰表示偶像剧演得多了，自己的生活也变得很梦幻、很浪漫，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某种程度上，张翰也受到了这类角色的荼毒，加上长久以来没有真实生活，导致张翰的世界已经与外部严重脱节。有头部剧集从业者告诉独谋，张翰最主要的问题是审美差且没有生活。但对平台来说，像张翰这样能低价敲到大卡司，拿到大量品牌植入的就是好的供应商，哪怕这部剧拍得稀烂，也会畅通无阻播出。可见张翰所处的环境也从没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张翰的霸总综合症不只体现在他的事业，更侵蚀了他整个人生。张翰就像是通过角色照镜子，镜子里的荧幕形象是霸总，镜子外的人生也在霸总化，试图在虚构的霸总故事中寻找真实。如果说角色的样子不能等同于张翰本人，那么他在各大真人秀里的表现，至少是其性格的一个切面。早在2014年，花少姐弟登上快乐大本营做宣传时，刘涛就在现场描述过一个张翰3过海关的场景。过海关时，大家要摘手表、卸腰带，少爷从来不低头看腰带扣在哪儿，戴表、摘表也不低头看表盘，范儿可足了。彼时，张翰刚刚成立自己的工作室，行为习惯只是霸总化的初级体现。到了去年，张翰在职场综艺中的行径才真的引起了巨大争议。在初入职场的我们中，有一期张翰带着实习生们一同审片，他坐在剪辑师、导演身后指导剪辑细节，比如雪花要落在睫毛上，脚步要卡音乐的点等等，真正做到了把控细节和场景。为了这些没用的细节，让实习生和工作人员陪做了6、7个小时。结束后，张翰还以考核的名义来听实习生的观后感。此外，他还在实习生考核环节临时改变考题，然后以对方没准备好为由，给对方打0分，并告诉实习生这就是职场的残酷。可以说，张翰的每个行为都精准踩在了打工人的雷点上。除此之外，张翰还有一些经典的霸总名场面，比如在《心动的信号》里说初恋跟我是他最大的幸福，在一往无前的蓝里对教官，在妻子的浪漫旅行里称蒋勤勤愿意为了爱的男人放弃事业，这就是我心中最成功的女人等等诸多油腻的霸总发言，好像不论在社交、恋爱、职场、旅行哪种类型的综艺里，张翰都是不讨喜的那个人。现在想来，之前张翰每次在社交平台上被观众议论和嘲笑，反倒像是观众对他的好心提醒。如果张翰真的看进去了网友的议论，应该早就能意识到自己言论和行为的不妥，但可惜他一直视而不见，最终才酿成东八区的惨状。当然，视而不见、一意孤行本来也是古早霸总的特点之一，只是这次在全网的合力围剿下，不知道是东八区为亲儿子的张翰，
会不会选择从那过时的霸总梦里醒来，还是依旧愿意留在自己的2009？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说了半天这个经典的新鲜案例，您能听得出新万我再次的苦口婆心吗？您又还记不记得新万我最近老是反反复复提到的2个关键字吗？这2个关键字不仅适用于王炸姐姐赵丽颖，更是完美适用于王炸弟弟王一博的身上。这次长空之王马上就要减卡收票，成绩起跳了。借着佩洛西狂风，王一博扶摇直上，自然是好事。只是有个万一，您觉得新万我的2个字是不是需要在？当然，视而不见，一意孤行本来也是古早霸总的特点之一，只是这次在全网的合力围剿下，不知道是东八区为亲儿子的张翰会不会选择从那过时的霸总梦里醒来，还是依旧愿意留在自己的2009？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说了半天这个经典的新鲜案例，您能听得出新万我再次的苦口婆心吗？您又还记不记得新万我最近老是反反复复提到的2个关键字吗？这2个关键字不仅适用于王炸姐姐赵丽颖，更是完美适用于王炸弟弟王一博的身上。这次长空之王马上就要减卡收票，成绩起跳了。借着佩洛西狂风，王一博扶摇直上，自然是好事。只是有个万一，您觉得新万我的2个字是不是需要在线了呢？